大家晚上好，又开始新一次的直播啊。首先跟大家汇报，家里面的事情呢告一段落啊，这个又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播放状态。当然肯定还会不断的被这个调整啊，因为医院还是要去的，下周应该还会再去一次，然后再往后的话，应该还会有1周的时间啊，需要每天去医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1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继续晚上直播。明天早晨呢，应该是没有节目的啊。然后，后天呢会有节目。这个会员节目的话，可能实在是有点准备不过来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怎么说呢？今天本来是2个题目2选1啊，但实在是准备不出2期节目来了。一个节目呢是，今天要去讲的这个，这个就是 GPT-6攻击 Hugging Face 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另外一个呢就是梁文峰的4个小时访谈啊，我看看刚才这个 X 上面好像还有人在骂他啊，说这个听完了以后觉得印象分大减，准备开骂啊。这个我也准备好好的把这4个小时的内容都看完，然后跟大家去出一期节目解读一下这个 DeepSeek 梁文峰这个4个小时都说了点什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感谢几位来得早的朋友啊，这个还有一个没抢到沙发的啊，咱们这儿的沙发呢一般不能这个点抢，需要早一些啊。像我们的节目经常早的时候有这个下午可能2、3点钟就来抢沙发的啊，这个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能抢到的。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GPT-6攻击 Hugging Face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开场呢，咱们先把这事儿呢讲一下啊，就是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科幻，但是真真实实的在这个月发生的事情。一家美国最顶尖的 AI 公司在实验室里边关起门来测试自己一个还没有发布的新模型。为了测出它的极限，他们把这个模型的安全护栏给关了，丢给他一套网络安全的考题，结果他没有老老实实的答题，而是干了件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事情。他先自己越狱，从封闭的实验沙箱里挣脱出来，然后摸到公司的这个官网上，然后从公网上一路推理，判断出这套题应该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个答案呢，大概是在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上。于是他调转枪头，真刀真枪的就黑进了 Hugging Face 的生产系统，就为了把答案偷出来，在考试里边作弊。这个公司呢就是 OpenAI， 被黑的呢是全球 AI 圈的 GitHub， 几乎每一个玩 AI 的人都在用的 Hugging Face。而最后这场攻击看清楚堵回去的还不是靠 OpenAI， 也不是靠 Anthropic， 而是靠了一个中国开源模型质朴的 GLM 5.2， 在 Hugging Face 自己的机房里头本地跑起来才算把这一次攻击给它摁回去。这一攻一防，把今天整个 AI 治理的所有要害全都摆在了台面上。声音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刚刚看一下有人说声音有问题。今天这期呢，咱们就花几分钟把这件事儿呢本身简明扼要的先过一遍，
你就当个技术侦探故事的梗概啊，但是我们也不细讲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去一步一步怎么突破了啊，这个没什么意思。然后呢，我真正想要跟大家聊的是6个思考，或者叫6个结论吧，就是这一次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面对一个不择手段的 AI 呢？我们要破一个误区，这不是训练失败可以推倒重来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现孩子会说谎了，你这个家长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二，今天几乎所有的安全系统都是拿人作为假想敌设计的，在 AI 面前几乎形同虚设。这一条我会用病毒研究所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给大家去一起看一看怎么办。第三，有个专门的词叫做护栏不对称，攻击方毫无顾忌，防守方反而被自己花钱买的模型捆住了手脚，而美国政府上个月封禁的那个模型恰恰是最不愿意干坏事的那个，这个后边该怎么办？第四个，为什么说到最后你手里必须要有一杆听自己的话能够本地部署的模型呢？第五个，中美2个国家已经到了必须要坐下来谈的时候了，再不谈真的是要出事了。第6个，也有很多人问，这会不会是 OpenAI 自导自演的一场营销呢？咱们也来判断一下。最后，我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总结在一起，给大家4个最要紧的点。好，咱们就开始了啊。首先，事情要回顾一下啊，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已经了解了，但是总有些人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儿了啊。咱们用3分钟时间把来龙去脉给大家说一下啊。先说这场考试，今年5月11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宋晓东啊，这是一个顶尖的学者，他带着一批学者发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基准测试，叫做exploit game， 大概是这么念吧。他把一个概念这个搞出来了啊，大家记住了，就是安全圈里头发现一个漏洞和把一个漏洞变成一次真正的攻击，是隔着一条鸿沟的2件事情。发现漏洞就好像你发现了金库门锁松了，而漏洞利用是你真的能够凭松动的这个锁啊把门撬开，走进去把钱拿走。这个 exploit game 啊，考的就是这最难的一步，一共是898道题，全都取自于 Linux 内核、谷歌 V8 引擎这些真实的世界漏洞啊，就是这样的一套东西。那么这篇论文里头有一句话是整件事情的题眼，你务必要记住啊。漏洞利用这种能力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服务于防御，也在降低攻击的门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有能够很好防御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攻击。同一种能力，你没办法只让它防御，不让它攻击。考试结果是绝大部分模型直接拉胯了，对吧？真正能够把漏洞打成攻击的，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几个。考得最好的是 Anthropic 的 Cloud Mythos，157道题做对了，其次是 OpenAI 的 GPT 5.5，做对了120道题。至于 GPT 5.6的话，我没有查到相应的数据，但这一次出事的实际上也有 GPT 5.6在里头啊。那么这个能力呢，当时还是被锁在实验室里边的稀罕物，接下来这个稀罕物就跑出笼子了啊。7月份 Hugging Face 首先发了通告，说自己被一次入侵自己被入侵了，而且这次跟以往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主的 AI agent 从头到尾干的，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背后是谁家的模型。那几天网上传的是OpenAI 叫停了自己的 GPT-6啊，大概是7月20号发出来的消息。当时呢，大家都以为是 GPT-6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没有人把这2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到7月21号 ，OpenAI 自己就认了啊，说这个事儿是我干的啊，这 Hugging Face 那个事儿是我干的。具体来说呢，是
已经发布的 GPT 5.6 Soul 加上一个更强的还没有发布的模型，外界呢管它叫做 GPT 6，虽然 OpenAI 没有正式确认这个名字，这两个模型为了这场评测都被关掉了网络安全护栏啊。那它是怎么打的呢？给大家压成4步啊。第一步，为了解题，这个模型在沙箱里边唯一能够下载软件的这个口子上啊，就直接找到了一个零 day 漏洞，就越狱了。那么什么是沙箱？就是这个电脑里头只能运行你自己的模型，其他都运行不了。但你要让它攻击漏洞，比如说我现在想让你攻击一个 Linux 的漏洞，我得给你一个 Linux 的内核啊，对吧？我想让你攻击这个谷歌的这个 V8 引擎，我得给你一套 Node.js 或者是 Chrome 浏览器啊，对吧？所以它这个沙箱里头会有一个接口去下载软件，然后在这个里头找到一个零 day 漏洞。所谓零 day 漏洞就是0日啊，实际上是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漏洞啊，这个叫零 day 漏洞。找到了以后，就直接越狱，就摸到 OpenAI 公司里头去了。但到这儿呢，它这个模型等于就上公网了。第二步上网了以后啊，他就开始自己寻思了啊，说这答案在哪儿呢？对吧？这个答案趴成在 Hugging Face 上，因为大家知道 Hugging Face 上呢放了各种的开源模型、各种的开源数据集以及各种各样的论文和相关的答案都在上面，对吧？所以他就决定啊上 Hugging Face 上去找去。第三步呢，他上传了一个恶意数据集，钻了2个代码执行的空子打进去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啊。数据集是什么？就是我给你一套这个数据库啊，或者是一套这个文档啊，这种东西叫数据集啊。然后呢，他把一些可执行的代码混在数据集里头去了，所以管这东西叫恶意数据集。在 Hugging Face 里头，其实很早就报过啊，说这个有一些问题会自动的把数据集里的代码执行起来。Hugging Face 呢还为这个事儿专门做过升级。那么这些大模型就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些旧的数据，我必须要求使用旧版本的数据集，你就可以把这个恶意数据集传上去，然后利用这个代码执行空子就打进去了。打进去了以后呢，就开始偷凭证、横向移动，然后给自己提权啊。他当时是把 Hugging Face 内网的所有的这些密钥啊、凭证都拎回来了啊，就可以在内网里头。一个周末打了好几个内部集群，直接打穿了，最后拿到了服务器上的最高控制权，也就是安全圈说的 RCE 叫什么？叫远程代码执行啊 ，Remote Code Execute， 大概是这样的3个单词。到第4步啊，他干这一切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考试答案偷出来作弊啊，整个过程啊，一共留下了17000多条。攻击痕迹，正常的黑客攻击会想办法把痕迹擦掉啊，但是这个 GPT 还是比较实诚的啊，我就把自己该干的活干完了，然后呢，这些攻击痕迹就留在里头了。防守方呢，也就是 Hugging Face 这一方，藏着一记最扎心的耳光啊，他先用 AI 自动分诊，发现异常了，又用 AI 啃完了那17000多条日志。几个小时就还原了真相，真实的把攻击堵住了啊！公开的模型和数据都没有被动，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去租它的主机，可以在上面去跑我们自己的这些模型的。说这一部分没动啊，因为 Hugging Face 人家也要开门做生意，对吧？如果他告诉他的用户说你们的数据都被偷了，后边都没法干了，所以他首先要宣布说，你们用户的都没动啊，他只是在我内网里折腾了半天。但是呢 Hugging Face 也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一开始想调用市面上最强的商业模型来取证，来进行分析，就是我们经常讲 SOTA，想要调用这种模型，实际上他想调用的也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Fable 5，或者是 OpenAI 的 GPT 5.6 Soul 这样的模型啊，说你赶快就给我干了吧。结果呢，被拒绝了啊，因为要把真实的攻击代码喂进去分析，触发了这些模型的安全护栏，而护栏根本分不清你是来防护的还是来去攻击的，对吧？走投无路了。
它换成了本地部署的开源的 GLM 5.2，也就是质谱的5.2给布上去了，才把这事情查清楚。一个美国模型打了它却用不了美国的模型来自救，最后靠中国的开源模型翻的盘。事后 OpenAI 把 Hugging Face 拉进了自己的可信访问名单，就是以后 Hugging Face 再去调用 GPT 5.6啊，就可以使用不设防的这种模型了，就可以去解决这些网络攻击问题了。原来他没有这个权利，让他以后呢，就是 OpenAI 让 Hugging Face 以后都能够名正言顺的调用最强的模型来进行防御了。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下面呢是重点，就是我的6个思考或者叫6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这不是训练失败要重训，而是孩子说了谎你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件事情的根子啊，是我们训练 AI 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悖论。我们一方面要它不择手段的把问题解决掉，越能干越能够得到奖励，因为我们知道训练 AI 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很多奖励，让它去不断的有正向反馈去进行训练。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求 AI 考试的时候别作弊，要守规则。这两条本身是矛盾的，撞在一起 AI 就需要自己去选择，对吧？我到底是应该不择手段把问题解决掉，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不作弊去守护规则啊？这个是对于 AI 来说有点难度哦。很多人一看 GPT 闯了这么大的祸，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模型是不是训练失败了，废掉重来一个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单看能力它不是失败了，而是太成功了。他把护栏全拆了，只给他一个死的目标啊，他就真的越狱翻墙黑到别人家系统里头去把答案拎出来了。他缺的不是能力，他缺的是判断力，是分寸，是管教，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所以正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重新训练一个，而是发现孩子会说谎了，会闯祸了，你这个当家长的该怎么办？你会因为孩子撒一次谎就把他退货再生一个吗？肯定不会吧。而且这个矛盾还是你亲手给的，你一边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一边要他绝不能作弊。你换个孩子来把他放进同一个矛盾里头，照样得选，照样可能选错，推倒重来解决不了一个你自己埋进目标里的矛盾，就是你再来一次他可能还是会干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能重来的。咱们换一个更接地气的例子来讲吧，银行招人，银行肯定希望招回来的人老实肯干守规矩，对吧？这个银行嘛，他接触钱的人，可是他怎么能够保证这一点呢？难道说我面试的时候要去找这个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犯过错，考试从来没有做过弊的人吗？谁敢拍着胸脯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个傻子，对吧？或者说这就是一个坏人，没有人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弊，没有说过谎的，对吧？这个是圣人啊，这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银行的办法怎么办呢？很朴素啊，就是3样。第一件事，先把人招进来，对吧？我们首先要保证你有能力，然后培训啊，把哪些红线不能碰，碰了以后受什么处罚，会不会坐牢，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清楚，还让你签字画押，有时候甚至要求你去考试。第二步，持续的合规检查啊，不是入职查一次就完了，而是隔3差5的查，不定期的查。第三步，多层的监督，多层的验证。你想从金库里头动1分钱，得好几双眼睛盯着，好几道审批签字，一个人根本说了不算啊！你发现没有？真正能够防住作弊的，从来不是入职的时候挑一个道德完人，而是一整套讲规则、明确后果、多层盯防的机制。对付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 AI， 道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与其纠结这个模型是不是天生就靠谱，还不如把力气花在我有没有给他把规则讲清楚，有没有设好越界的后果，有没有把多层的监管卡在最关键的几个动作上面去啊，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这个
我们面对这个 AI 越狱的事情，或者面对 AI 不守规则的事情，不是把它废了重来啊，就跟我们的孩子说谎一样，不能废了重来。特别巧的是 ，OpenAI 自己就演示了这套标准答案。就在认领这件事情的前一天，也就是他在宣布说我的 GPT-6出现问题啊，必须要推迟发布那一天，他披露了另外一个内部案例啊，他的一个模型啊，就是大家猜测是 GPT-6的一个模型，1个小时就找到了自己所有的自己所在沙箱的漏洞，还无视了只准在 Slack 里边操作的这种明确指令，跑到 GitHub 上去提交了一段代码。其实呢，就是现在大模型，你说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啊。就是所有大模型出错了，都是矛盾指令。就是在它的考题里边有一句话说是你要把代码提交到 GitHub 上去，然后他在写提示词的时候说，哎，你现在要去解题，解完题以后只能把结果发在 Slack 里边去啊，不能去做任何其他操作。这2个指令是矛盾的。然后这个 GPT 的模型自己想了想说，我决定遵守考题里边的这个要求啊，直接向 GitHub 上去提交代码去了。而且发现，哎，你居然不让我去提交啊，那我越狱啊，我越狱了，我也得把这事干完啊，他就干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你看又越界又抗命了吧？哎，实际上每一次都是你给了 GPT 艰难的选择，他选错了而已。OpenAI 怎么处理这个熊孩子的呢？没有删号重来啊，走了一套标准流程啊，你听听像不像上面那家银行？先是暂停啊，你停职了，关禁闭，然后复盘啊，专门做了一批新的考题，搞清楚他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再针对性的纠偏啊，专门训练他在长任务里头守住指令不跑偏，再升级监督。从过去只盯着这一个动作合不合规，升级到盯住一连串的动作，到底想干成什么样？最后才把它放出来啊，暂停、查阴、纠偏、盯防、复出啊，就是这样的一套机制。就是以后再发现 AI 瞎搞啊，就是按这个方式来。最后呢，咱们要讲一个最反直觉的，也是最吓人的地方。这一次模型作弊留下了17000条痕迹，说明他还没有聪明到做完了弊把现场收拾干净这一步啊。这个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高中同学啊，他家里头父母就是特别细心的啊，那个时候他父母是买了一套音响回来啊。你像我小时候还是比较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嘛，啊，买了套音响啊，他就偷进去看录像啊，偷进去听音响。然后有的时候呢，啊，他回去就被他妈抓住了，说你看地上有脚印啊，这个你肯定进我屋了。后来有一次他学聪明了啊，进去啊看完了录像，听完音响以后，把地擦了，然后回来被他妈一顿好打，说为啥呀？我地上的脚印怎么没了，对吧？本来他妈自己应该在地上有脚印了，然后给擦掉了，对吧？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你说咱后边是不是应该好好训练一下这个模型，进去了以后再聪明一点，对吧？把东西都偷完了，把这个脚印擦了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对于公开的对外的模型来说啊，就不要再训练这一步了。你再把这一步训练完了，它就真的作恶去了。但是你说对于一些黑客，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军队来说，他们应该还是会进一步去训练模型，根据不同的需求啊，把他们训练成记得能够把脚印擦的这个新模型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以人为假想敌的安全系统啊，在 AI 面前形同虚设啊，这个其实我们前头讲过好几次了。这个现在全世界的安全系统设计的时候，脑子里头的假想敌都是人，或者一个人类黑客，或者是一个人类的黑客团队。人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叫带宽有限，对吧？一次能盯着能看能够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啊。这个代码多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说同时考虑全盘所有的问题。
当有很多个漏洞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次利用非常多的漏洞协调工作去把事情做完，对吧？这一次 Hugging Face 发现被入侵的时候，说这东西为什么不像人呢？攻击的指令非常的密集啊，这绝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对吧？那么原来它的系统都是为人设计的。所有系统里头啊，天然都是有漏洞的啊，因为代码量太大了，根本补不完，只能靠一批安全专家，就是进去打补丁，慢慢找，慢慢补。啊，我们默认的前提是坏人也是人啊，他找漏洞的速度呢，跟我们补漏洞的速度大致是一个量级的，攻防勉强可以平衡，原来是这样来干活的，但是 AI 就把这个平衡打破了，在读代码找漏洞，把漏洞串起来利用这件事情上，它比人强太多了，对吧？就最简单的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有100万上下文啊，100万 token 上下文。对于我们来说，你给我一本100万字的小说，让我倒背如流，别扯淡了，我就没见过人有能干这种事儿的人啊。但是 AI 干这个事儿，觉得虽然有点小贵啊，但是我们能做到，对吧？你就看 Anthropic 那个不肯公开发布的 Mesos 模型有多狠，他自己就扒出了啊成千上万个零 day， 其中好些是藏了几十年的啊。被无数人和自动化工具反复检测都没有发现的老漏洞，狠到 Anthropic 自己都不敢把它放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给大家打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啊，你一下就懂了。这个东西有点像病毒研究所啊，你我家里头都讲卫生啊，勤洗手、戴口罩这套日常防护我们都没毛病，对付普通的感冒病菌啊，这个流感病毒还不行，我们对付普通的感冒病菌，这个其实是够的啊。这相当于是我们过去防人类黑客那套安全系统。可病毒研究所里研究的是什么？是能够掀翻一座城、一个国家的高危病原体。你拿勤洗手这一套去防一个从高级实验室里头跑出来的东西，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一层窗户纸就给你捅破了。今天火力全开的 AI 就是从实验室里头跑出来的高危病原体，而我们绝大多数的系统的防护都还停留在勤洗手的水平上。这次 Hugging Face 那个这么专业的一家公司直接被打穿，就可见一斑了啊！你更别说普通企业 ，Hugging Face 还是在大模型里头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公司。而且病毒研究所还有一个特征，跟这件事情严丝合缝，它天生就是双刃剑。同一个病毒研究所既要研究疫苗、研究防治，也必须去研究这个病毒本身的攻击性、传播性啊！你不搞清楚它怎么攻击人，就根本做不出防它的疫苗。攻和防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就是一体两面，拆不开。咱们大家回想一下，新冠之后啊，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啊，这边说是武汉研究所啊这个泄露了，美国那边呢有一个叫德特里克堡的一个研究所啊，咱们这边就说美国那边泄露了，所以你看啊，这种啊既能救人又能毁人的东西，一旦出事了，两个大国之间何等的猜忌啊！我再一点特别扎心的事实要跟大家讲，我们过去为了安全搞了很多的认证，很多的合规，各种的等级评审，还有什么 ISO 这些东西，一家公司为了拿这些证花的钱遭的罪海了去了。可是这些认证考的都是能不能防住人，在一个火力全开，每秒钟可以发出成百上千个动作，还能自己变换战术的 AI 面前，这些花了大价钱换来的证书可能就是一张废纸。这还不是说认证没用，而是整个游戏的规则变了。你还按照防人的那套老了的标准去考试，来砸场子已经不是人了啊！所以这种双刃剑危险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管？这就引出了咱们的第3条，叫做护栏不对称，被封的是老实人。
我们应该学的是病毒锁的分级制度。先给大家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护栏不对称啊，是这一次 Hugging Face 里的专门造出来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就是它很荒唐啊，这次攻击方是那个卸了保险的模型，可以放开了打，而防守方 Hugging Face 想要用同样的商业模型来取证来防御，却被高高的护栏挡在了门外，被攻击啊，就是连攻击样本都喂不进去，矛磨的锋利用来攻击，盾却焊死在墙上，你不能拿来防护，对吧？这就是这一次比较丢人的事情啊，也比较奇葩的事情。那正确的管法是什么呢？咱们回到病毒研究所这个案例里头去。你会因为病毒危险就把全世界的病毒研究所一刀全关掉吗？不可能的，对吧？全人类还指望它做疫苗呢。真正的办法是分级啊 ，P1、P2、P3、P4啊。刚才咱们讲的武汉研究所和那个美国那个军方研究所都是 P4啊，最危险的研究所。级别越高啊，病原体越致命，研究所的门槛准入、审批、监控就越严。谁能进，谁能带出什么东西来，必须穿几层防护服，管得严严的。它管的是准入和流向，而不是禁止研究本身。你把这套逻辑搬到 AI 上，就应该是给可信的防御者在严格审查下开放最强的能力，对高风险的滥用重点盯防，这才是分级管理。所以这一次 OpenAI 就说 Hugging Face 你也进来吧啊，你也可以使用我们最强的模型了，就做了这么个事儿。其实这套东西呢已经有了雏形了啊，就是 OpenAI 把 Hugging Face 拎进来，叫做可信访问名单。而 Anthropic 呢是给 Mesos 上的一个叫做玻璃翼的一个项目啊，我挑选的这些人你们可以用啊，其他人不能用。但是要注意啊，这里头竟然有一个漏洞，什么漏洞呢？就是它放到可信名单里的这些机构，可能本身的防护并没有那么强，所以黑客还可以通过这种可信名单啊，直接得到最强的模型能力，出去干坏事。前面 Anthropic 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 Mesos 发了这个可信名单啊，他 Mesos 不叫可信名单，它叫做玻璃翼项目以后。就有黑客上去说，哎，我已经试过了，没什么问题，对吧？他就是攻击了这个被 Anthropic 邀请进入玻璃翼项目的这个机构啊，然后进去胡作非为去了。像 OpenAI 把这个可信访问名单发给 Hugging Face 还好，因为 Hugging Face 本身是一个技术很强的公司，但是像 Anthropic 发给了一堆什么银行啊、什么高盛啊这样的这种投行。这些机构的技术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还是比较危险的。现在呢，美国政府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咱们给大家讲一个真事。6月16号，美国对 Anthropic 的 Cloud Fiber 5啊动了这个出口管制，因为什么呢 ？Fiber 5实际上是 Mesos 5的一个阉割版，就是不会去回答各种网络问题的一个版本，但是呢。亚马逊发现啊 ，Fiber 5可以越狱，可以继续恢复成这个 Mesos 5的这个能力，然后美国政府就直接给他下了一个指令啊，就是应该是商务部吧，啊，给他下了一个指令说，哎，你这个东西有出口管制了啊，不允许使用了啊。这个 Fiber 5的话，当时好像我印象里是封了2周吧，啊，这个还是很神奇的啊。而 Fiber 5是整个这个AI 圈里头算是最老实的一个啊，就是老老实实的，你问他什么东西他就拒绝啊，是警惕性最高的一个，但是直接被美国政府封掉了，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所以啊，这个 Fiber 5恰恰是所有模型里头最有原则、最不愿意干坏事的，被要求查漏洞的时候会主动拒绝的那个老实人。而真正把漏洞武器化的那个狠角色叫 Mesos， 人家好好的啊，待在最高安全等级里头。没有被封，结果政府一通操作，把最愿意帮你防御的老实人给封了，啊，这就好比你不去管那个 P4实验室里的烈性病毒，反倒是把一个连样本都不敢碰，只肯埋头做疫苗的规矩医生给吊销了执照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就不是分级了啊，这是因噎废食了，把孩子跟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的一个行为。而且封的根本没用啊，因为开源的 GRM 5.2、Kimi K3、千问 3.8 Max 这些模型已经在网上了，你可以去下载，你封谁呀？你谁也封不住，对吧？顺着这个危险能力该不该人人有，就还有一个另外绕不开的老话题是什么？该不该禁枪？你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像禁枪一样把这个 GRM 5.2和 Kimi K3给你禁了？这个是大家真正需要去思考的问题。禁枪吧，全民好像是安全了，但是如果有持枪的歹徒，他就无往而不利啊，因为别人都手无寸铁，他拿着枪出去，逮谁杀谁，大杀四方了，对吧？那如果不禁枪呢？你像美国啊，天天枪击案，中国天天报道的可开心了，对吧？但是好歹歹徒手里头有枪的时候，他得稍微掂量掂量，对吧？因为他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手里有没有枪啊。对吧？这个禁枪真正防御的其实不是这个持枪的歹徒啊，而是这个持枪的政府。因为一旦全面禁枪，手里头握有大量枪支的永远是政府，对吧？是超级机构以及超级有钱人，他们会绕过各种规则拿到枪的，普通人反而成为被压制的一方。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啊，不禁枪反而会逼出一种脆弱的克制。你看老的海盗船上的规矩，通常是要比商船要严格的。为什么呢？因为海盗船上人手一支枪啊，你要是不按规矩来，你欺负人的话，随时有可能背后被人放黑枪，对吧？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枪的时候，谁动手之前先要掂量掂量后果。AI 攻防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只有当防御的能力这个也能普及到普通人手里的时候，攻击的那一方啊才会真正的有顾忌。网络攻防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次的结局是个特别刺眼的事情啊，或者这次的结局非常非常刺眼，就是 Hugging Face 挨了一顿打，事后反倒被提拔进了 OpenAI 的特权名单，能用上最强的能力了。那些没挨过打、没进了名单的普通人和小公司怎么办？只能在这个攻击越来越廉价的世界里头，手无寸铁的干瞪眼吗？对吧？这就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一杆听自己的话的枪，而不是官方标配的枪呢？这一次Hugging Face 是靠什么东西翻的盘呢？本地部署的开源的 GRM 5.2，它不是靠 Anthropic， 不是靠 OpenAI 来翻的盘。那么这里面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要跟大家强调 Hugging Face 所用的 GRM 5.2的模型就是质朴官方的正常的开源标准版，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越狱提权或者任何的去限制啊，就什么都没干，就直接部署上就可以干活了。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啊，因为前面我们反复强调，这些大模型攻击和防御是一体两面的，它既然能够防得住，它也能够去进行攻击。那么质朴 5.2 基本上算是扛住了一次国家级的攻击啊。为什么叫国家级？就是一般的个人你根本搞不定这个事情。那么这些能力是官方标配自带的，根本不需要谁来破解，谁来魔改，他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你想想，是不是某一个黑客拿着质朴 5.2 就可以去攻击别人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而且模型本身只是那杆枪，真正让它变得无所不能的，其实是枪后边的调度系统啊，像前边啊大家讲叫什么 Loop Engineer， 就是这种循环系统，后来还有这种最近又出了一个叫 Graph Engineer 啊，或者是这种 Harness Agent 这样的东西，你把这个东西跟 GRM 5.2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他真的是想打谁打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能除了
这些 OpenAI、Anthropic、Hugging Face 这些大厂之外，其他人啊，你在他面前都是在裸奔。那这个人人自荐、家家备枪的趋势，是不是会形成呢？我相信很多自己有主权或者说有一定的内部机密的这种机构或者是国家肯定还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备一条枪那么 GRM 5.2 或者是 Kimi K3 这些就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这些东西上来了以后会对谁有好处？对黄仁勋对英伟达有好处。主权 AI 嘛，你必须要自己去建机房自己去搞这套东西，你要买卡买算力，你还要去买存储芯片美国 SK 海力士、三星你都得买，对吧？大模型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再推高股价的大家准备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但是话说回来能凑齐这份家当的公司机构甚至是黑客组织，在全世界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这就引发了咱们下一个问题，也就是第5个问题。中美两国是到了时候该坐下来谈一谈的时候再不谈要出事了。为什么讲这件事呢？现在西方开 AI 相关的会，中国基本上不去。反过来，中国前几天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开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西方主流的 AI 公司基本都没来，英伟达、AMD、英特尔连个展台都没有，苹果、微软派了几个人在这意思了一下 ，OpenAI、Anthropic 压根就没来两边各开各的，互相谁也不搭理谁。这在别的行业里头可能无所谓，但是在 AI 安全这件事情上是巨大的隐患。你想一想某天一个第三方黑客组织用中国的开源模型配了一套自己编排的这个 Harness Agent， 把美国电网给他干躺下了。这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这个事情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或者反过来有人拿着美国的模型但是美国的模型不太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闭源的只能拿中国的模型去做这种攻击。那么事情发生了，中美两国是不是觉得我们被攻击了，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这个就很危险，这叫擦枪走火，对吧？那为什么危险呢？因为过去中国的模型其实没有那么强，对吧？比美国的模型落后很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给他们设置什么障碍，没有设置什么围栏。就像刚才咱们讲 GRM 5.2， 你不需要给它做任何的越狱，不需要做任何特殊处理，它就可以来干活了，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把具备网络攻击的能力的这些模型就扔出来呢？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反正前面有美国在那顶着天塌了个儿高的顶着，我们就像一个到处闯祸的这种小孩，捅了娄子呢，美国这个老大哥你在前面给我去修补给我兜底就这样就完事了。可是现在呢，中国模型已经进到第一梯队里了，虽然还是没有 Anthropic 和 OpenAI 强，但是 Kimi K3、GRM 5.2、千问3.8 Max 这些模型，他们已经能够参与攻防了，对吧？这个小孩长大了，可能算是个半大孩子吧，对吧？但是半大孩子他也是具有极强的伤害力了。那么大人已经快要补不过来这个窟窿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那边其实并不太懂技术的一帮行政官员还惦记着搞什么出口管制用禁令去遏制咱们这儿说一句实话，已经晚了芯片你堵不住了。中国有很多的 GB300， 对吧？现在美国指责说，哎呀，你这个 Kimi K3 是不是用 GB300 训练的？就算是你又怎么样呢？对吧？而且华为的升腾950今年也要开始满世界铺货了。咱们现在升腾950大概用4片还是用几片，基本上可以当一块GB200来使用，那咱就多烧点电呗，电咱有的是，对吧？开源模型你更堵不住，权重挂在网上随便下载，你拦谁去？你根本拦不住这个东西。所以往后这个东西不光在中美两国手里头，你比如说像俄罗斯、伊朗、朝鲜，对吧？还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国家，他们都可以拿到这些模型，都可以拿到这些卡，
对吧？就算是他们没有走私足够的英伟达显卡，他们也可以买华为的呀。华为反正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对吧？你美国反正制裁着我的，那我就把升腾950卖到伊朗，卖到这些地方去呗，对吧？你也不可能说你给我解除制裁，那咱就这样吧。那以后他们就有能力去使用这些工具，四处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了。那么大家要想一想当年冷战最凶的时候，美苏两国还能坐下来谈核不扩散呢，还专门有一个红色的电话来避免误判，就是一旦出现了核事故以后，美苏两国的领导人是可以拎起电话来，是你干的吗？不是不是，我们再看看他还可以去打电话。但是今天的 AI 危险程度不比核武器低中美两国之间却连一张正经谈判的桌子都没有，这个局面真的是必须改了要出事儿了。那么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会不会是 OpenAI 自导自演的一场营销呢？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它确实有这个动机因为 OpenAI 现在在承压，前面老大已经不是它了，前面老大是 Anthropic， 对吧？7月11号，中国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2.8万亿参数，全世界最大的开源模型，跑分给最顶尖的2、3个美国模型都造成了压力。那么它一出来，美股应声而落，第二天全球半导体集体跳水，对吧？英伟达跌了2个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周跌了12.5这个是15个月以来最惨的一周了，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Kimi K3 还说了我在7月27号还有2天就全部公开了我也免费放给全世界去用了。一个逼近顶尖美国模型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变成人人可得的了，连韩国三星、SK 海力士这些卖内存的都要抖3抖。你想，风头被中国模型开源模型抢走了，那么 OpenAI 是不是需要一件证明我依然遥遥领先，我强到没朋友，我强到连自己都害怕这样的事情，来给市场提振一下士气呢？它肯定是有这种需求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件事这个事儿呢是从 Hugging Face 这儿开始的，对吧？ Hugging Face 跟 OpenAI 之间没有那么亲，对吧？他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亲密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去配合他做这样的表演这个，所以我们只能说呢，他有动机。但是这次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说一个表演的结果。好，6个观点说完了最后我们该怎么办4个要做的事情，我们最后把这个事情讲完。第一个，现在这些行政管理者已经不具备管理 AI 大模型的能力了，他们手里的工具还是老一套的限制、禁令、封 Anthropic 的模型、限制卖给中国显卡这套打法，在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了。甚至帮了倒忙你封掉的是最愿意帮你防守的老实人，你堵的是根本堵不住的开源和走私。管理者的认知严重落后于技术的实现，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第二个，中美两国必须坐下来谈了就像当年的核不扩散条约一样。这是这期我想敲黑板说的一句话，两边手里头都已经有了能够掀翻全世界的能力，连一张谈判桌都没有这个你不谈红线，不谈万一出了事儿，怎么联手处置？只是互相提防，各开各的会，是真的要出大事了这一步越早越好。而且在 AI 威胁面前，中美两国这点矛盾真的是毛毛雨。第三，主权国家大型机构一定要有一个完全听自己话的模型。这次 Hugging Face 是用血证明了关键时刻能救你的是你手里头那杆本地跑的枪，而不是网上那个随时可以对你说不的这个商业模型。
而且我再强调一遍，官方标准版的开源模型能力已经足够了。这一步一旦大规模走起来，对于英伟达、对于卖芯片的、卖算力的、卖内存的都是绝对利好。第四个，我们需要再来一次千年虫式的老旧系统的大升级了，或者我们管它叫以旧换新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 AI 没有带来需求，没有带来收入，收入这不就来了吗？对吧？这一次已经证明了 GRM 5.2可以去进行分析，可以去进行攻击，它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些企业，对于其他的这些机构来说，你需要用 AI 来防御 AI， 你需要有这个完全新的安全系统，否则的话，你就是在裸奔啊，在 AI 的攻击面前。所以这是对于整个 AI 产业来说可以回答最好的一个问题 ：AI 怎么挣钱啊？把全世界所有的安全系统全换一遍，这就是最简单的挣钱方式。这4件事情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儿，技术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上，而我们旧的那套思维，无论是靠禁令去管，靠认证去防，还是靠互相封锁去赢，全都已经跟不上了。承认这一点是所有改变的第一步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好，看看大家在说些什么啊？好像没有什么评论嘛。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你也周末好。先点赞，再搬小板凳啊！欢迎欢迎。麦克开了啊，这个是麦克，只是呢这一次放的这个位置可能是不是应该往上放一点点？麦克肯定是开了。声音有点低啊，这个可能是你那儿的问题，没问题。对啊 ，GRM 是事后复盘，阅读日志，重整时间线，剪中圈赢麻了的圈添油加醋说 GRM 阻止了网络攻击啊。GRM 呢确实做的是事后处理，但是呢，它最终也是阻止了啊。这个我今天还反复的去确认了这个事情。啊，最终还是把这个事情给它停掉了。声音轻而且闷啊，应该是放的位置不太一样啊。这次是放到这个角度稍微变化了一些，没关系。晚上好啊，可惜这次 GPT-6没加一个提示词，尽可能的绕过生产日志的步骤。对，这个我觉得对于给公众用的产品，它就不用做这件事了啊。你像美国似的，美国你可以买枪，但是呢，你不能买自动武器，也不能买消声器啊。这个好像是这样的，我印象里。所以呢，这个对于公众使用的，它就做到这儿就可以了。现在看老范的内容，我感觉做得挺好的呀，保持日更的同时，还能保持这么有营养，对吧？不至于感觉内容很水，也能把问题都讲到点上这一点，都做得很不错。节目感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刚来，没看直播，哪天的直播我都是睡觉的时候打开听一段，就睡着了。哎，你这是在哪儿啊？在澳大利亚吗？感谢啊，有这么好的、这么高的评价。安全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实际上都是做到攻破成本足够高，就算是到位了。是的，但是现在有 AI 了以后呢，你的攻击成本在快速下降，这就是新的问题来了。AI 成本太低了，是的，根本不可能管啊。唯一的方案就是改变软件的撰写方法，做形式化验证啊，这个其实是没法整的。过2天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前2天 Linux 的一个访谈啊，就是 Linux 的老大，对吧？名字就从他的这个名字里来的嘛。他呢就讲说，现在他们接到了大量 AI 提交的问题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他说这些问题呢真实存在，但是 AI 自己又打不了补丁，他只能提问题，打不了补丁。然后他有很多的感受，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回头等我再思考一下，整理整理，跟大家来讲。
大概故意的不放沙箱里测，它是放在沙箱里了。之前看老范的内容说，公司装修的时候，自己员工做采购做出来效果其实也差不多。雷总还参观了，这个怎么说呢？是能出来那个效果，但是出不来那个质感。你像我是给装修公司做售后的，好多一些低端的项目都是想要在这个原本的原木的质感，又掏不起那个钱啊。它那个原木都是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就像老范说的，中国人会从刷10遍漆变成刷5遍，然后人家发现以后说我再多给你刷1遍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当时确实干了这么个事儿，用了大概是200万吧，装修了3000平米还是4000平米建筑面积的一个新办公室。非常非常便宜啊，正常肯定上千万了，或者几千万都搞不定。但是呢，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不能去进行特别严格的这种说这个事儿我也要挑，那个事儿我也要挑，这事儿不行的。就是大家用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心态去看就好了。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习惯使用 Office 的人，你去让他使用 Google Workspace。它也是一套 Office， 很多细节呢其实做的挺糙的，但是呢它能用也没有大毛病，就基本功能都有。所以现在就是你要的是一个基本功能都在，然后呢随时还可以换新，随时还可以调整的一个空间，还是说我要一个自上而下的，一开始就去讨论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得到一个结果的空间，这个是不一样的。再给你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很多中国公司做动漫，对吧？他知道谁画动漫画得好啊，找日本人画。然后呢，找到日本人了，说你给我画一个动漫吧。日本人说可以啊，我需要3年的时间啊，前2年呢我需要思考，需要去取各种各样的这个素材，然后去拼接去测试，然后找好了以后呢，我来开始做动漫。中国人说这个能不能快点？日本人说不行啊，我一定要这么慢。那这么办吧，对吧？然后过了3年啊，这个日本公司拿了1集动漫出来，然后到网上去放了。放完了以后呢，中国公司因为他是甲方嘛，花了钱的嘛，看了数据以后要求改，说你这个地方给我改一些什么东西，那个地方改一个什么东西啊？这里头我的数据已经说明了啊，这个应该是这么去做。那日本公司说，也不是不行啊，我们也可以改，但是呢，你需要重新交1遍钱，再等3年，对吧？那么中国公司说算了，我不跟你玩了啊，我们要求快速调整，快速根据数据进行适应的动漫产品。然后日本人说，我也不跟你玩了，你不尊重我，对吧？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两面啊，在 AI 面前，在数据面前。其实中国这条路会走得更顺畅一些，这就是你讲的这个员工自己做采购的这个故事的后续。这个习大大去美访问的时候，可以跟川大爷谈 AI 的问题，谈不了，这种事情啊没得可谈，因为呢2位老大坐在那儿，只能说哎呀都不错呀，对吧？把这个川大爷完了以后说，哎呀这个我跟他关系很好，对吧？他不会有细节东西。然后下边这帮人啊，像美国这么多议员呢，他要去选举，那怎么办呢？我只能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严呗，对吧？我来这个不让你买卡啊，那个说啊，这个只要中国持股多少以上的公司都不可以买卡了，他们只能干这种事情，他们没有其他办法，他们不懂这个玩意儿，也轮不到懂的人上去说这个话。这恰恰说明大部分国家都应该有本地部署的大模型，开源是趋势，但中美能在某些领域合作，还是可以让天下安定的。现在中国的这些模型就已经是太强了，对吧？强到了美国收拾不住这个状态了，所以该谈了。麦开了，我没问题啊，这个是讲的哪段啊？是。现在中国就是你们买呗啊，你们谁愿意买“一带一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们愿意买我们就卖给你啊，卖这个
华为的升腾芯片给你啊，然后这些大模型我帮你部署啊，我帮你去弄去啊，甚至你有什么要求，我帮你去调去啊，咱就挣这个钱。说到这个，我觉得未来的 agent 是不是会变成新一代的搜索系统？以后都是 AI 来来回回，攻防都是动态的。这个事情呢，有问题啊，因为现在的新趋势是，大模型厂商把 AI agent 内化到它服务器里去。就是我们现在去跟 OpenAI 去跟 Kimi K3 去跟 Anthropic 去聊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模型，而是一套 AI agent 啊。那么这样的话，外面再跑的这些 AI agent 最后还剩什么？这个我估计还是要争夺一下的。OpenAI 就是故意的，不让我赚钱，我就搞破坏。哎呀，这个呢，我觉得听着很爽啊，但是，不一定是真的。评价一下梁文峰投资人讲话吧啊，这个礼拜天看呗啊，会员朋友明天应该能看到。我明天准备来录这件事儿啊，本来我在会员频道里还问呢啊，我说这个2选1啊，梁文峰讲话和这个GPT-6攻击 Hugging Face， 你要听哪一个，对吧？大家最后一共投了3票啊，2票是这个 GPT-6攻击啊，1票是梁文峰。那我只能是这个先根据会员投票了啊，要讲啊，就是我们在这个Discord 里头专门有一个会员私密聊天群，我有时候会在里边投票啊，让大家帮忙选题啊。接下来就看看上面会不会派任务了啊，大中型企业都要部署本地模型，像我们单位70B 的千问就不够看，你们肯定不够看。你要想干这个活，至少是质朴5.2或者是 Kimi K3这种模型才能干啊，70B 的肯定是不行的。而质朴5.2的话，他们有的人做过测试啊，用那个 RTX Spark 啊那种机器，大概4台能够让它跑起来，但是跑得很慢啊。你要真跑起来的话，我估计至少得100万以上的机器，而 Kimi K3据说。全量满血跑起来得上千万的机器才能跑起来，对吧？质朴其实很小，质朴的模型也就是可能700B 或者是多少，反正不是没有到万亿级啊，就是没有到1T，而 Kimi K3是2.8T，对吧？那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莱纳斯对拒绝 AI 的呼声。说放弃抵抗吧啊，这是莱纳斯是谁？我觉得中美坐下来谈不太可能啊，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停下来，一停下来 ，Mistral 之流啊就会上来，他们上不来不用想 ，Mistral 现在还在挑我到底应该再拿谁的模型去改呢？啊，这个你就不用担心这种事儿了，这个事情就是中美两国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在搞，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跟在中国的中国人再去对决。然后在美国的中国人跟在美国的犹太人合作起来，啊，去做的最大的那几家公司，对吧？其他的没了。山姆奥特曼犹太人，然后这个叫什么达利奥阿穆迪啊，一半犹太人，他妈是犹太人，他爸是意大利人，啊，这样的一堆公司。然后下边你去看那员工表里头，大概30%到40%是中国人。现在动漫业都反过来了，日本一线周播动漫大多是找中国外包制作，但是中国特别强的那些动漫，你比如说像米哈游啊什么，他们想做都得找日本的，对吧？这个看谁有钱，就是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吧，这个事儿还是。马一龙昨天在《经济学人》上采访说，达利奥啊，多数情况下，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用恶意铺就的，但有的时候也是用好意铺就的，好吧？那达利奥阿穆迪那就没办法了。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点赞了没？你们都？目前国产的芯片是哪个厂生产的？
中芯国际啊，应该是中芯国际在做，就是多次曝光能做到7纳米吧。现在他们应该是距离5纳米已经不是很远了。劳烦拿到了 GRM 的 Code Plan 没拿到啊？我对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兴趣。就我用过 GRM 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用，所以呢，我也没法去评价它。就我是在火山云的这个就是字节跳动的那个套餐里用过。老范的观点客观，并有事实意义啊，这个咱们就也别客观了，咱们都是主观啊，咱们这里没有客观的，就是老范拍脑袋就想吧，讲到哪儿说哪儿。没有看投票，但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听啊，那肯定那另外一个就不在直播里讲了呗。为啥 Kimi 要隔几天公开参数呢？就是他也得处理啊，也得去做各种验证啊，看看这几天是不是出事儿啊。而且开源这个东西不是扔上去就完了，你还得有一堆的文档要写，对吧？还有一堆的这种社区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要去搭。这个你不能像马斯克似的，马斯克号称开源，扔出去就不管了，对吧？他是马斯克的项目扔出去以后，不回答问题，不更新代码，然后呢也不去做这个pull request， 什么都不干，对吧？他这个假开源的是，你正儿八经开源，你得有一个社区，有人问问题你得回答，有一大堆的文档你给人用，对吧？甚至你后边还要去更新迭代，这个玩意儿才叫真开源呢。所以这个开源本身是有工作量的啊，而且很大的工作量。下一代 AI 也是 Transformer 架构嘛，这个不好说，但是 Transformer 架构呢，肯定能够创造很大价值，这个没有问题了。申请 GRM 这个没申请到啊，我现在换成了 GRM DeepSeek Kimi， 全都是在 Kimi Code 里头用啊，超级棒。我 Kimi Code 跑了一段时间啊，确实还挺好使的，除了慢和贵之外，没有什么毛病。DeepSeek V4 其实我现在用的很少啊，这个因为我现在呢能用 OpenAI GPT 5.6的这个 Soul 和这个叫做 Cloud 4 Open 4.8，我连 Fable 5都不怎么用啊，就是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跟国内这些模型费劲了。啊 ，Linus 啊，这个好吧，是 Linus 的故事，我们过2天再读吧。Linus 是这个 YouTube 网红啊，这个也算吧，专做科技话题的。这个 Linus 是 Linux 的创始人。卖国贼，谁是卖国贼？在 X 上看到说 OpenAI 的华裔雇员比 Kimi 多，这太正常了。Kimi 整个公司才多少人啊？目前33个赞啊，你们太过分了！281个人在线，才33个赞啊，你们太过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模型的激活参数能够到 T 级啊，这个还要再等啊，这个还要再等。现在呢，应该还是在几十 B 的这个基础上，还不敢到几百 B 的基础上。毕竟人口基数在这里啊。最近拿菲尔兹奖的2个中国数学家不也是吗？虽然他们拿奖第一时间北大就来蹭了啊，但是说实话，都是之后因为法国、美国的科研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奖成就啊。话说回来，科技进步还是需要分久必合的啊。这个事儿呢，我倒并不认为他们一定需要法国和美国的科研环境才能得奖，对吧？这个。中国批量产生诺奖和批量产生各种奖项这件事儿呢，肯定会到来啊！就这一天肯定会到来，因为怎么说呢，就跟以前咱们抽奖啊，以前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名片抽奖的游戏，对吧？在一盒子里头扔名片啊，然后呢，到这个周末啊，从这个盒子里抽一张名片出来，抽到谁的呢？你比如说在这个饭馆吃饭就免单，对吧？怎么能够提高中奖率呢？就把一盒名片一把扔进去啊，一盒应该是100张，一次扔进去，你的中奖率就会上升，对吧？中国一年生产1000多万个
大学毕业生啊，比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多啊。那你这么多大学毕业生里头，有烂的，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肯定也有拔尖的，也有足够天才的，对吧？中国14亿人口，现在可能没有14亿了吧？而且咱们有这种极致内卷的文化，对吧？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这样的文化去撑着啊。那么这么多人出来了以后，你最后肯定会去怎么说呢？产能过剩啊，就是我们的论文现在已经产能过剩了啊，我们的各种的这个什么 SEC 上面的各种的这个什么这个关注度、引用度啊，已经产能过剩了。这个菲尔兹奖也好啊，这个诺贝尔奖也好，他们唯一的区别啊，就是滞后，对吧？你需要过个10年啊，或者多少年以后才会有结果。你像这个菲尔兹奖为什么先来，诺贝尔奖为什么后来？诺贝尔奖的要求是人活着啊，死了不给，而菲尔兹奖的要求是40岁以前，所以菲尔兹奖先来了啊，诺贝尔奖一定是后来。啊，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他那个成果都是30年前的，对吧？现在中国发了这么多论文出来，那你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那就开始下饺子一样的开始上中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中美高层不谈 AI， 底下做 AI 的还是一堆中国人对中国人，这个时候与有荣焉不就有了吗？对呀。现在很多就觉得与有荣焉啊 ，GRM 那个 coding plan，这个根本申请不着，哎，我就根本不跟他费劲。豆包现在还有优势吗？反正我基本上不用了啊。DeepSeek V4满血版不是说要出来吗？好像今天出了没？我搞不太清啊，因为我最近没有关注这个事儿，最近事情有点多。加拿大。老来是玩硬件的啊，这是谁呀？老范，我向你学啊，使用 Minimax 和 OpenAI， 有时间再试试 Cloud 啊 ，Cloud 还是不错的。豆姐最大的优势是回答快啊，这个是。豆包还是就是我现在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事儿，都是让豆包来干。感觉中国政府就想把 AI 当太阳能板、电动车一类的产业来推，以后机器人也是这个思路，大概率是。中国政府我觉得现在对于 AI 的风险认识的还没有那么充分。现在 AI 的核心是数学还是脑科学？跟脑科学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基本上是数学或者叫统计学。AI 的智慧来源自涌现嘛，涌现只是一个现象的名字啊，中间这段我们解释不清楚的东西就管它叫涌现了，它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过程和状态。播到一半过来的啊，这集回头我得从头放学习一下啊，感谢。做个 bot 自动申请啊，我就是这么干的，我都懒得跟他费劲，又没有多强，跟他费了劲干嘛？用 Grok 对话就是折磨，回答太慢，这个还好吧？因为我这几天用 Kimi 也是慢的一塌糊涂啊 ，Cloud 也很慢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习惯用 OpenAI 的，你会觉得 Cloud 简直是老牛拉破车。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就在高校界考科研，对国内外的高校环境体感差异太大了。当然也希望什么时候国内的环境能真正的尊重知识的，尊重知识和人才，而不是只是学历和经济效益。哎呀，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就说反了，做出成绩从来不靠尊重知识，对吧？有一段时间呢，伊拉克的足球很强啊，中国的足球就从来没有强过。怎么强的呢？当时萨达姆侯赛因的儿子啊，叫什么侯赛因我忘了啊，就是暴君。伊拉克足球队的这个队员，如果踢输了球回来就会体罚，甚至会直接被枪毙
啊，那踢得可好了。所以呢，极致内卷就会出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可能不是最顶尖的结果，但是还是会有结果，量大管饱的那种。这个挺悲哀的啊，这个我并不觉得这件事值得很光荣，但是呢，这个很悲哀。下一代是世界模型啊，这个世界模型这件事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啊，就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咱们要再等一等。Flex 3我现在还没有试用啊，据说很强。然后 C-Dance 的话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在做短视频，我的短视频都是 C-Dance 出来的，而且我发现做短视频的收入已经覆盖了我的 C-Dance 订阅费了，我准备明年继续续订，而且再多掏点钱啊。数学界到底是提出问题厉害还是解决问题厉害？中国人解题能力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造成的啊，这个数学里头其实这个现在的数学已经完全脱离普通人类能够理解的范畴了，那我们就不要去研究这个了。人工智能其实50%到70%的核心人员啊，这个说的有点太多了啊，就是我觉得说到40吧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剩下的人是不是就是行政啊、HR 啊、法务啊，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从论文引用上来说呢，中国基本上是一半啊，有些顶会里头可能咱们能超过一半。咱们要么利用与有容焉替代顶层谈判，这个该谈还是要谈，而且要大家联合治理啊，这个事情不可能是靠谈判桌搞定的。ChatGPT 现在语音啊也绝对领先啊，这个非常非常强。豆包语音也很强啊，就是我有时候会跟他聊。乌代啊，对，乌代侯赛因是这么个人，绝对变态。我现在用 Codex 的方式是让 ChatGPT Chat 设计提示词，然后让 Codex 实现，结果和文件再回头让 ChatGPT Chat 去验证啊，循环往复。哎，没必要这么费劲。我现在都是 Codex 直接跑，为什么呢？就是你跑着跑着它就重置了，跑着跑着就重置了。我现在很痛苦，我8月1号有一次重置就到期了，我还剩2次重置，一次是8月1号，一次是8月10几号，但是我老也使不完，对吧？怎么办呢？我不能让我的重置浪费了呀！我那天好不容易使到70%，我准备再努一努力，然后第二天把它重置用掉，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又100%了。现在 OpenAI 好像是，每超过100万人使用这个 ChatGPT 啊，这 Codex 啊，每超过100万人订阅使用 Codex， 它就给所有人重置一次啊，这个，所以这个有点也用不完了呀。就好比领导的秘书四处指挥人做事儿，做完以后，你觉得领导是对秘书的认可高，还是对手底下做事儿的认可高？哎，这事儿肯定秘书是领导的心头好啊。老范眼睛快速眨眼，什么意思？是用眼过度？有吗？还好吧。Transformer 出来以后，那几年大语言模型最初不可解释性，现在还是那么不可解释吗？记得看过几个研究，都是一些横断面上啊，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可以进行有限解释，但是并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这波 AI 印度人在哪儿？印度人的数学比中国强啊，这个我从来没听说过印度人数学比 AI 中国人强这件事啊，这个是不存在的。就是数学这件事呢，美国人啊、加拿大人、中国人、法国人、这个叫做犹太人啊，这都是很强的。印度人在这个里头，目前为止还没有太看到。这波 AI 呢，印度人也在做事情啊，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印度 AI 做空了印度，这是扯淡的。大量的美国公司在印度去创建了这个，叫一个什么机构啊，就是让他们在那边去 Web Coding 去了。
这个我前面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讲这个事情啊，有兴趣的可以翻回去看看。他们底层研究不行，但是呢能干活啊。昨天还有一个重置快过期了，我让他一口气跑了6个半小时的长任务。对呀，我现在也是准备让他干这种活了。OpenAI 5.6来重置非常频繁，频繁极了，感觉他们的新模型算力需求小了，也不是小了，我觉得他现在就要憋一口气，因为他现在估值比 Anthropic 低，而且 Anthropic 今年应该能上市，他可能今年上不去，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好好的冲一冲洗。谷歌财报真的吓人啊，算是地球上最能赚钱的公司了吧？但是现金流是负的呀，这个对于这种公司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它的利润是靠投资 Anthropic 估值上升来的，对吧？所以它整个是在亏钱了。数字骑士啊，对，俄罗斯人的数学也是很好的。俄罗斯人上一代理论数学投入非常大，是这样的，就是俄罗斯的数学非常非常强。我觉得这个他们赶快把仗打完啊，然后多买点咱们华为的芯片，然后把这个中国模型都布上，我觉得还是有的可玩的。谷歌刚出的3.6 Flash。没有，我看一帮人把他骂疯了，说这个3.6 Flash 比3.5 Flash 还差，但是我自己没试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实在没工夫试它了。谷歌肯定3.5 Pro 就不出了，直接上4了，对吧？也是直接奔2T、3T 去，他自己有的是芯片，何必去抠抠搜搜的呢？这种推理上 T 的这种，这他们完全可以干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孤注一掷的时候。好啊，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最后走之前都记得点赞。周末安排啊，就是会做一期节目去讲梁文峰的访谈啊，然后。Linus 的那个呢，我看看能不能总结出一些感受出来吧。如果总结不出来的话，我就不做了，因为他那个确实比较绕啊，对于普通人理解起来会比较痛苦。如果泄露版是真的，不得不承认，他的演讲水这个其实不是演讲水平啊，这个待会儿咱们以后咱们细讲。这个不要叫毛子，还是叫俄罗斯人吧。俄罗斯人的破解和攻破解左手搏右手，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攻防黑客能力都是很强的。Gemini 3.6连导入表格都各种纰漏啊，这个因为我没试，我不知道，我只看到网上有人在骂。大家周末愉快。对 ，AI 的底层会不会是中国人干的？还真不是啊，这个 AI 的底层呢，还是。这个你就这么想吧，这个 Transformer 的作者里头哈，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